爱情不是解答，是邀请。找到对的人前，要先认识自己。君雅30岁生日那天，朋友们凑了一个真爱测验给他。问卷里有一连串题目，像是你希望对方身高多少，另一半月薪多少以上，约会时想要去哪里，你觉得结婚后要几年生小孩。他写得眉飞色舞，甚至还在某一题后面补充，如果对方爱运动最好，因为这样比较健康。结果测验分析出来的结果让他愣住了，他梦想的对象几乎完美，可是和他自己实际的生活完全搭不上。他最讨厌运动，存款少少，生活也超随性，哪里能搭上一个自律健身型月薪优渥暖男。那一刻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像在拼一幅拼图，却拿着错误的蓝图。他以为爱情是答案，却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在找到对的人之前，先要搞懂我是谁。很多人误会了，以为爱情是人生难题的答案。孤单吗？找到爱人就不孤单。没有安全感吗？另一半会给你。生活没目标吗？结婚生子自然就有方向。但现实却常常相反，如果你不懂得欣赏自己，就算另一半再怎么夸奖，你还是会怀疑他真的爱我吗？如果你自己没有安全感，就算对方再努力安抚，你还是会觉得他是不是会离开我？如果你本来生活没有重心，婚姻也不会奇迹般让你变得有方向，反而可能让你觉得更迷惘。爱情不是一张标准答案卷，而是一封邀请函。它不是帮你解决问题，而是邀请你成为一个更完整、更成熟的人，然后与另一个人携手同行。所以在踏入爱情之前，最重要的不是找到对的人，而是先认识真实的自己。来看看几个你或许很熟悉的例子。 IG 情侣对现实伴侣。社群上有很多完美情侣，他们每天晒照片，甜言蜜语，大家都羡慕的要命。可是现实中，他们可能根本吵架吵到分手。为什么？因为照片上的笑容遮不住彼此内心的不安和落差。如果两个人都不够认识自己，拍再多美照也无法补足心灵的空缺。2. 职场精英的爱情难题。有个朋友是公司主管，能力一流，但感情却一直卡关。原因在于他太习惯用 KPI 看自己，导致在爱情里也不断检讨，我是不是不够漂亮？是不是不够有趣？直到他开始慢慢学习，不需要靠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他才终于敢接受一份单纯的爱。3. 速食爱情的挫败。在交友软体的年代，大家都想快速找到灵魂伴侣，可是很多速食爱情像快餐一样，吃下去当下很爽，过一会儿却觉得空虚。原因很简单，没有深刻的自我认识，就很难建立真正的情感连结。这些例子都在提醒我们，爱情不是捷径，而是邀请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自我探索旅程。那么，为什么认识自己这么重要？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看。1. 认识自己的需要，才知道如何被爱。很多人不快乐的婚姻，并不是因为对方不好，而是因为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有人以为自己想要的是浪漫的约会，其实需要的是被倾听。有人嘴巴上说不需要物质，却在对方忘记纪念礼物时大受打击。如果连自己都说不清楚需要，怎么期待另一半能猜中？2. 认识自己的界限，才能保护感情。没有界限的人，很容易在爱情里迷失。
有人为了讨好对方，什么都答应，最后却委屈到爆炸。有人太害怕失去，不断查情，最后把对方推远。认识自己，让你知道哪些是你可以妥协的，哪些是你绝不能放弃的。这不是只是保护自己，也是保护爱情。3. 认识自己的价值，才不会错付。很多人因为孤单，就随便抓住一个人，结果爱到遍体鳞伤，因为他们忘了，我的价值不是别人决定的，而是我自己先要看见。当你懂得肯定自己，你就不会急着把爱情当成填补空洞的解药，而是能带着健康的心去爱人。或许你会问，那我要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才会找到对的人？答案很简单，当你越来越清楚自己是谁，你就越容易辨认谁能和你走在同一条路上。当你知道自己最重视的是温柔的陪伴，你就不会被一时的外貌或激情迷惑。当你清楚自己渴望的是共同成长，你就会自然吸引那些同样想要成熟的人。当你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与限制，你也能用更宽容的心去接纳对方的不完美。灵魂伴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完美对象，而是2个懂自己的人选择在彼此的生命里成为礼物。结语，还记得君雅吗？她那天丢下真爱测验的纸本，心里有种微妙的释放感。她突然明白，自己要找的不是一个梦幻角色，而是要先认识自己，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。几个月后，她没有立刻遇到王子，但她开始去旅行，报名课程，甚至重新培养画画的兴趣。她发现，当自己慢慢变得踏实和快乐时，周围的关系也开始不一样。爱情或许就在这样的自我探索旅程中，自然而然地靠近了。所以，爱情不是解答，而是一个邀请。在找到对的人之前，先来一场和自己深刻的约会吧。